吴锦霞，她是第一位在好莱坞监制电影的华人女性，也是香港第一位女导演。她一生拍过11部电影，其中10部由她导演。第一部电影是《民族女英雄》，后面4部电影分别是《10万情人》，然后《渡花风雨》1938年，《一夜夫妻》1938年，还有一个叫《女人世界》是1939年。就在华语的有声片里，它有可能是第一部全部都是女明星主演的一个电影。海外华人当时在国外受歧视很严重，整个的美籍华裔历史都是一个非常心酸的历史。他去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几个华人的讣告可以发在《纽约时报》这样的大报纸上面。我读博士的时候读电影，发现女导演是很少被写进电影史的，我就帮吴锦霞拍一个纪录片。我去到加州，第一个去的地方呢是她的墓，就是很简单的一块石头，只有她的英文名字在上面。我是在前面有10年的研究的基础上，然后去了旧金山。从09年我第一次出去拍，然后到13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。吴锦霞呢是1914年出生在旧金山，她算是第3代华人。她成长的这个家庭里头有10个兄弟姐妹，她是排行老4。她爸爸是一个商人，从小呢，所有的孩子在家里头都必须讲中文。吴锦霞呢就是全身男装的，然后再加上她剪一个短头发，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小男生一样的，风风火火的。平时的人都把她叫霞哥，说一叫她霞哥呢，她就喜笑颜开；一叫她武小姐，她就皱皱眉头。读中学期间呢，他们家附近呢有一个戏院叫大舞台，他呢就跑到那个大舞台就打工，就做这个售票员。他在那边据说是看了1000部电影，他没有学过电影，他的对电影的认识全部都是这样看电影自己得来的。32年的时候，淞沪战争已经爆发了。35年的时候，海外华人看到自己的那个祖国和同胞受到这样子的侵扰，他们就自己集资拍了一个爱国电影，就叫《心恨》。吴锦霞的爸爸有份出钱，所以他就作为联合监制之一，他呢就跑到好莱坞去租了个片场。那个时候他才20岁出头，他就自己把这些事儿就都搞定了。所有的摄影师、录音师、技术人员都是好莱坞人员，然后主创呢就是编剧、导演、演员都是华人。有韦建芳就是这个女主角，和吴锦霞2个人带着这个片子去香港，然后在香港放映。当时的中英文媒体都对她有报道，放映呢就很成功。她在香港呢一共拍了5部电影。37年的时候抗战爆发，她一开始呢一直没回去，因为她手上还有电影没有拍完，拖到了大概39年9月份的时候才登船回去。刚回到旧金山没有多久，他就又去好莱坞了。 Which is a review of a film called Golden Gate Girl, and I looked at the credits and it said directed by Esther Eng, and immediately I realized that I had stumbled across something very unusual because it was a Chinese language film made in San Francisco, directed by a Chinese woman. 金门女这一部电影呢就是1941年拍的，这是李小龙出演的第一个电影。吴锦霞全家都是粤剧迷，然后李小龙的父亲是一个丑生嘛，所以的话吴锦霞呢跟李小龙的父母关系是很好的。那么这一部电影里面呢，因为有这么一个情节，生了一个女婴，当时刚好李小龙出世不久，所以就把李小龙给找来，就戴着那个帽子在摇篮里头有个镜头。他后来呢他就单干了，成立银光公司做电影发行。香港那个华语片基本上都是跟南洋买片，南洋就是邵氏的前身，整个美洲他们家都卖片子都卖过去。
49年的时候，二战整个全世界都慢慢消停下来。那么呢，他就跟小飞飞商量好了，说我们去纽约吧，那边的那个华埠兴起嘛。结果到那边去了以后，还有很多滞留的这越剧演员在那儿，然后这些人没有生计呀，因为他为人很大方，他有点像一个大哥一样的去照顾这些新移民，然后就开了一个叫宝宝餐馆。它呢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餐厅，这些捧餐的人、服务员，这演员呀，所以呢，当时呢那个餐厅有一个别号叫做“中国演员之家”。60年代的那个得了4届亚洲影后的这个林黛小姐，还有这个最大的女演员任剑辉、白雪仙，差不多每一顿饭都是到吴锦霞那边去吃的。所以他跟这个电影界呢是一直有联系的。小燕飞就到了纽约以后，他呢就想让吴锦霞呢一起拍《唐人街碎尸案》这个故事，他就想让吴锦霞呢就是拍这个纽约、华盛顿这边的外景，内景的部分是在香港拍的，大导演胡鹏。当年在香港放映的时候那么轰动，所以那部片子呢就变成他的寿山之作了。他应该是去世前半年左右才发现是有癌症的，他一直都是很有女人缘的，到最后也是有一位女朋友把他送进那个医院。女性历史一直缺失的这件事情，这个是全世界的女性都面对的，但是事实上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只有那么少的女人，并不是的。但是这个女性的历史由谁来写呢？就必须大家来写，然后女生也要更加把劲儿来写。